今天介绍一本书给大家，书名叫《焦虑的意义》，1950年出版，作者罗洛梅。这本书涉及存在主义心理学、临床心理学、哲学，是继弗洛伊德和齐克果之后关于焦虑的最重要的现代研究之一。罗洛梅认为，焦虑不是需要被彻底消除的敌人，而是人类处境的本质，是自我实现和创造力所必须的张力。如果把人生比作一场航海，那么焦虑就是海上的雾，你看不清前方是不是暗礁，但心里那种法紧的感觉已经提醒你要稳住船舵。心理学家罗洛梅花了几十年研究这片人类心灵的迷雾，最后得出一个大胆的结论：焦虑并不是要消灭的敌人，而是人类存在最深层的信号。在日常生活里，我们常常混淆害怕和焦虑。害怕是具体的，比如看到一条毒蛇，你会吓得躲开；但焦虑却不同，它模糊、弥散，看不清目标。你失眠的时候不一定知道自己在怕什么，但身体却像打了警报。梅给焦虑下的定义是，当一个人感觉到自身的核心价值受到挑战时，就会产生这种扩散的不安。换句话说，焦虑不是告诉你前方有一只猛兽，而是提醒你，你最在乎的东西可能正在动摇。这种东西可能是安全感、爱情、尊重、自由，或者对自我价值的期待。比如，你想象自己应该事业成功、爱情圆满、生活顺遂，但现实往往差人如蚁。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裂缝，就是焦虑最喜欢栖息的地方。罗洛梅把焦虑分成两类。第一类是正常焦虑，它和实际的威胁成比例，就像身体里的预警系统。当你要做一个重要演讲，心跳加速，手心冒汗，这正是正常焦虑在提醒你集中注意力。正常焦虑是建设性的，它让我们警觉专注，也让我们成长。第二类是病理性焦虑，它和实际的威胁不成比例，甚至没有明确对象。为了逃避焦虑，人们会用上各种防御方式，压抑、讨好、理想化、过度理性化，结果并没有消除焦虑，反而被它反噬。比如，南希渴望爱情，但焦虑太强，总觉得别人会抛弃她，所以拼命去讨好别人，最后关系反而更容易破裂。海伦，一个单身母亲，不断掩饰内心的紧张，假装一切正常，但这种假装让她越来越孤独。弗朗西斯则是把爱情理想化的太高，当现实里的小裂缝出现的时候，他完全无法承受，焦虑像洪水一样淹没了他。这些故事揭示了病理性焦虑的根源，不是外部的危机，而是内部的落差。我们想要理想的自我，但现实不允许；我们害怕失去意义，却又不敢直面真实。焦虑就在这种差距中膨胀，直到变成枷锁。更深的一层是梅提出的本位性焦虑，它来自人类存在本身，死亡的必然，孤独的不可避免，自由和责任带来的沉重感。你不能逃避这些事实，唯一能做的就是承认和勇敢地面对。这种勇气正是存在主义心理学的核心。那么我们该怎么和焦虑相处呢？梅的答案是不是消灭，而是转化。你需要先承认焦虑的存在，把它看作一面镜子，反问自己，是什么价值在被威胁？安全感、认同还是自由？当你把模糊的不安转化为具体的问题，就能将病理性焦虑转为正常焦虑。接下来要负责任地做出选择，制定切实可行的案例，让生活重新掌握在手里。逃避只会让雾更浓，行动才是破雾前进的灯。罗洛梅的结论是，焦虑是人类无法避免的伴生物，它既是痛苦的来源，也是创造的动力。你若被它拖着走，它会变成失控的过山车；但如果你敢直面它，学会利用它，它反而能推动你成长，帮助你找到更深刻的自我。所以，焦虑并不是人生的敌人，而是一个信号，它在提醒你，生命中有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正在被威胁。你能不能听懂这个信号，决定了你的人生是在雾中迷失，还是在带着雾行向更辽阔的海域。焦虑不是你必须摆脱的负担，而是你走向真正自我、实现创造力的必需品。真正的勇敢
不是没有焦虑，而是带着焦虑前进。我是于哥，谢谢点赞、评论、订阅，我们下期见。